Hello Hello， 耳机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，大家晚上好呀！我是你们的主播青青阳，又在这个安静又治愈的时刻和大家准时见面啦。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，你的格局决定你的结局。生活里我们常常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烦躁内耗，因为别人的一句评价就耿耿于怀，因为眼前的一点挫折就觉得天塌下来，日子过得拧巴又疲惫。可看着身边有些人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从容淡定，从不纠结琐事，从不计较得失，眼里有光，心里有海，活得通透又舒展。我们总说这是因为他们有格局，可到底什么是格局？格局又该怎么打开？不是生来就有大格局，也不是靠空想就能拥有，它其实是一种可以慢慢修炼的思维方式，是一种一点点就能学会的生活态度。今天就想和大家好好聊一聊格局的打开方式，希望听完这期节目，我们都能慢慢打开格局，放下纠结，活得更从容更自在。首先我们先弄明白到底什么是格局。很多人觉得格局就是心胸宽广，就是不计较，其实不全是。格局是你看问题的高度，是你容世事的度量，是你对生活的态度，更是你心里的世界有多大。格局小的人眼里只有眼前的鸡毛蒜皮，纠结一时的得失，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困在自己的小世界里，越活越窄。而格局大的人站得高，看得远，不纠结琐事，不内耗自己，容得下不同，扛得住风雨，心里装着山海，自然活得坦荡。我见过太多人一辈子都困在小格局里，和家人吵几句就记恨好几天，和同事有点小矛盾就处处针锋相对，丢了一点小利益就觉得吃了大亏，遇到一点小挫折就一蹶不振。不是他们不善良，也不是他们不努力，只是没打开格局，被眼前的小事困住了一生。其实打开格局从来不是什么深奥的大道理，也不用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它就藏在我们日常的每一个选择，每一次心态里。接下来就和大家分享5种最接地气的格局打开方式，慢慢践行，日子就会不一样。第一种打开方式，放下执念，允许一切发生。这是打开格局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难的一步。我们大部分的痛苦、纠结、内耗都源于不接受、不允许。不允许事情不如所愿，不允许别人不理解自己，不允许生活有遗憾，不允许自己犯错，于是拼命较劲，拼命强求，最后累的是自己，伤的也是自己。生活本就是充满不确定性的，不是所有事都能按我们的想法发展，不是所有人都能迎合我们的心意。有遗憾，有挫折，有不被理解，有求而不得，都是人生常态。格局大的人不是没有情绪，而是懂得允许一切发生，允许事与愿违，允许别人不喜欢自己，允许自己暂时不够好，允许生活有不完美。当你不再执着于改变不能改变的，不再强求不属于自己的，你会发现心里的包袱轻了，人也就从容了。就像四季不会因为你的喜好就停止更迭，风雨不会因为你的害怕就不再来临。学会接纳，学会允许，放下执念，就是打开格局的开始。第二种打开方式，拔高视角，不纠结眼前得失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觉得一件事是坏事，是灾难，是吃亏，只是因为我们站得太低，只看到了眼前的一寸天地。把时间线拉长，把视角拔高，
站在人生的长河里看，当下的那些鸡毛蒜皮、得失输赢，其实都不值一提。工作上被领导批评了，不要觉得委屈愤怒，换个角度看，是让你发现不足，变得更优秀。和朋友闹了点小矛盾，不要觉得是失去，也许是让你们看清彼此的相处方式。丢了一点小利益，不要觉得是吃亏。老话常说，吃亏是福，眼前的小亏往往是日后的大福。我想起一位长辈说过的话，人这一辈子不要盯着眼前的一亩三分地，要往远处看，往大处想。一时的得失决定不了你的一生，一时的顺逆也定义不了你的人生。不要为了眼前的小事消耗自己，不要为了一时的输赢耿耿于怀，把眼光放长远，你会发现那些你以为的坎，都是日后成长的垫脚石，那些你吃过的苦，都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。第3种打开方式，停止内耗，不与他人比较。这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的通病，总喜欢和别人比较，比工资，比家境，比房子，比车子，比孩子。看着别人过得好，就焦虑，就自卑，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。在比较里，慢慢弄丢了自己，消耗了所有的快乐。可你要知道，每个人的人生节奏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生活都有自己的轨迹。有人年少成名，有人大器晚成，有人安稳平淡，有人轰轰烈烈。没有谁的人生是标准答案，也没有谁的生活值得你去照搬。别人的风光背后有你看不到的付出，别人的幸福背后有你不了解的不易。你不用活成别人的样子，也不用羡慕别人的生活。你的人生从来不是比出来的，而是活出来的。停止和别人比较，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关注自己的成长，珍惜自己的拥有，过好自己的日子。当你不再盯着别人，专注自身，你的格局就慢慢打开了。第4种打开方式，学会包容，容得下不同。格局藏在度量里，藏在包容里。这个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2个人，每个人的成长环境不同，认知不同，想法不同，处事方式也不同，所以总会有和你意见相左的人，总会有你不喜欢的事，总会有看不惯的行为。格局小的人喜欢争辩对错，喜欢强求别人和自己一样，容不得半点不同，最后闹得两败俱伤，自己也不痛快。而格局大的人懂得求同存异，包容不同，不强迫别人认同自己，不随意评判别人的生活，不纠结别人的过错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差异，尊重别人的选择，原谅别人的失误。包容不是懦弱，不是妥协，而是放过自己，是让自己活得更舒心。你容得下多少人，就能赢得多少人；你容得下多少事，就能成就多大的事。心里装得下不同，眼里才装得下世界。第5种打开方式，深耕自己，提升认知层次。说到底，格局的大小终究是认知层次决定的。认知层次低的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表面，只能想到眼前的利益，永远跳不出自己的思维局限。而认知层次高的人能看透事物的本质，能看到长远的价值，自然不会被小事困住。打开格局最核心的方式就是深耕自己，提升认知。多读书，拓宽自己的眼界；多经历，丰富自己的阅历；多反思，修正自己的思维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无意义的社交、无意义的争吵、
无意义的内耗上，把精力用来提升自己，读书、学习、搞事业、爱自己。当你变得越来越优秀，认知越来越高，你会发现曾经让你纠结的事现在不值一提，曾经让你生气的人现在懒得在意。你的认知高度决定你的格局大小，你的格局大小决定你的人生宽度。其实打开格局不是让我们变得无欲无求，不是让我们一味妥协退让，而是让我们跳出狭小的自我，不被琐事牵绊，不被情绪左右，活得更通透，更洒脱，更从容。不用急，格局不是一天就能打开的，它是慢慢修炼的过程。从今天起，试着放下执念，拔高视角，停止内耗，学会包容，深耕自己，一点点调整心态，一点点改变思维。慢慢你会发现，当你打开了格局，眼里的世界变大了，心里的烦恼变少了，人生的路也越走越宽了。我们这一生很短，不值得为小事纠结，不值得为烂人内耗。打开格局，心向山海，方能活得自在从容。好了，今天的心里话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。我是青青杨，如果你觉得这播客有用的话，请点赞分享给身边的人。你也可以送我一杯小小的咖啡，让我有更多分享的动力。感谢你的收听。如果有什么想了解、想聊的话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我都会认真看的。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格局打开方式，活得坦荡，活得从容，眼里有光，心中有海。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，晚安。